经过这一次的经历，乾坤岛与天机岛的恩怨就此烟消消失，两位岛主也握手言和，达成共识，共同守护这片浩瀚的天海。天机岛主并非愚昧之辈，他深知与乾坤岛与这帮人关系颇好，尤其是萧炎这一次展现出来的强大实力和临危不乱的心境，如果与这样一位神奇强者为敌，那岂不是自己傻到极致？所以天机岛主更是坚定了他的决心，准备与萧炎这帮人攀上一些关系，或许日后也会获得更好的神之资源，从而让自己的实力再一次的提升。这就是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，如果自己不够强，就必须看清楚眼前的局势，该怎么站队就怎么站队。而天机岛主这一次的做法没有让他失望，因为在不久的将来，乾坤岛和天机岛都会挤入超神巅峰势力的行列，成为新一道的超神巅峰势力，都拥有的无比雄厚的底蕴和资源。虽然这一次萧炎他们此行没有获得无血身世的线索，他们也不会就此放弃，只要重新从神器联盟的手中夺回守恒天道经，那么一切的真相都会水落石出。这几日，萧炎、灵动、沐尘、云云等人也没有直接离开乾坤岛，他们在乾坤岛主和卞娜的热情招待下，在这里待上了3天3夜，同时也对乾坤岛和天机岛的信息有所了解，特别是乾坤之气和天机之气，如果运用极致，所爆发出来的力量可以让自身领悟自身道法，也不一定。当然，这也是萧炎认为的提议，给予了乾坤岛主和天机岛主的一次自我领悟的机缘。要是天赋和领悟能力强大，或许还真的可以让自己的修为提升一个新境界。同时也对萧炎等人的感激起来。他们两大岛上的人也渐渐地发现，与实力强大并且心性端正之人在一起，那么自身的实力以及整个势力的底蕴也会随之变得强大起来。对于萧炎等人，两大岛主可谓是真诚以待。如今的乾坤岛和天机岛上，飘扬的雪花也渐渐地停歇，岛上的那些神灵的脸上洋溢着和解的喜悦，特别是那些年纪极小的孩童们在雪地里奔跑嬉戏，年长的则围坐在火炉旁，讲述着刚刚过去的惊心动魄故事。第二天清晨，晨光初露，天际渐渐泛起了微明，乾坤岛上清新的空气中带着一丝凉意。萧炎和灵动、沐尘、云云等众多的人并肩站在碧波荡漾的天海边，面带微笑，与两大岛主进行告别。而天机岛主也特地前来恭送萧炎他们。乾坤岛主袍袖飘然，天机岛主眼神深邃，两人一同点头微笑，仿佛对萧炎、灵动、沐尘他们的未来充满了无尽的期待。他们相信，在不久的将来，在整个诸神万界中，他们将会登顶万界之巅。萧炎兄弟、灵动兄弟、沐尘兄弟，还有诸位，你们有空常可以随时来我们这里。乾坤岛主的声音温和而亲切，仿佛在诉说着对远行者的祝福。萧炎、灵动、沐尘三人齐声回应：一定。两位岛主前辈，晚辈就先行告辞了。随即众人转身，目光看向遥远的丹神塔方向，身姿在朝阳的照耀下拉长，投下了长长的影子。林兄，接下来的事情交给你了。萧炎的话语中透露出一丝信任与托付。灵动微微颔首，立马催动自身的强大神力，旋即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一道散发着淡淡光芒的空间神符，手指轻轻一挥，空间神符化作一道光束，洞穿虚空之中。他手指轻弹，空间神符便是释放出了极其恐怖的空间之力，空气中弥漫起一股玄妙而古老的气息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拨动了空间的弦，一股玄妙无比的空间之力如同被呼唤的精灵应声而出，直接引动了这片天地空间以及诸神万界遥远的神州之上的空间。两处空间也在第一时间发出了同样的一道波动。灵动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决绝，他清晰地感觉到那片遥远的神州上，那里的空间已经与他们这面的空间成功的连接上。这一幕直接震惊了两大岛主以及所有乾坤岛的众人。众人注视着灵动他们周身所在空间荡漾出来的波动，每个人的心跳都在这一刻加速，空气似乎都凝固了一般，震撼着空间神符的强大力量。这是空间之力吗？为何会如此的恐怖？两大岛主难以置信地张开了自己的嘴巴，虽然他们见识过空间之力，可是还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空间之力。现在他们的目光投射在灵动的身上时，后者犹如一位空间之神。两处空间点已经连接，大家可以进去了。灵动的声音如同一把利剑划破寂静的长空，声音回荡在他们的耳畔。众人也是不带一丝犹豫，直接踏入无形的空间漩涡中。最后灵动对着下方的两位岛主微微点头，然后自己的身躯也消失在了其中。在被空间神符力量的影响下，这里的空间无尽扭曲，他们仿佛置身于一个无形的空间漩涡，身体轻飘飘的随波逐流。空间的褶皱如同液体一般流淌，光线在这些褶皱间折射，形成了一个个扭曲的光晕，美的诡异，也显得让人窒息。突然一阵更为剧烈的扭曲传来，像是空间本身在震颤。他们的视野中光线变得越发错乱，直到最后，刚刚他们眼前的一切景物都消失了，只剩下深邃和无尽的黑暗。随着萧炎、灵动、沐尘他们的身影消失后，那道空间漩涡也渐渐的合拢，最后彻底的消失在这片天地间。望着萧炎、灵动、沐尘等人的身影背后消失，
只留下乾坤岛的众神奇强者。不知下次见到他们时，将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了。两大岛主心中默念道，而一旁的卞娜只觉得与萧炎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大。当初第一次见面时，萧炎的实力也就5重天位神，如今却已经成为一位大道主神级别的存在。萧炎，你将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？卞娜在心中喃喃自语了起来，甚至也有一些期待。这一次，天机岛与乾坤岛彻底握手言和。他知道，最大的原因就是萧炎他们几人。如果这一次不是萧炎他们的出现，恐怕天机岛和乾坤岛也不会那么快就握手言和。而今后，乾坤岛和天机岛也成为了盟友，甚至资源共享，一同发展彼此的底蕴和实力。浩瀚的天海之中，还有诸多超神势力。随着两大岛的携手联盟，他们也没有了之前那般每天都担心受怕，提防天机岛的那些强者入侵他们的势力中了。萧炎、灵动、沐尘这一帮人的名字也印刻在他们的心中。神奇联盟，天都之上，这里的环境与外界完全不一样。这里的每一处散发着金色的光辉，如潮水般涌动，仿佛是神明力量的象征。无数星辰如同细碎的宝石镶嵌在幽深的夜幕上，它们缓缓旋转，相互辉映，织成一条璀璨的银河。这银河不仅仅是美丽，它还蕴含着堪比无上的威严与神秘，并且银河中的那些星辰仿佛有着自己独立的意识，它们闪烁着炯炯有神的目光，仿佛在默默观察着这天地间的万物众生。这里没有天地之分，没有上下之别，一切都在虚空中悬浮，构成了一幅超脱现实的世界，营造出一种超然物外的奇异之感。然而，这片宁静的星空突然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打破，空间像是脆弱的玻璃，被一股无形的巨力撕扯，发出刺耳的碎裂声。10道身影在金色的光芒与星辰的辉映下，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。他们正是神奇联盟的盟主以及9位副盟主。他们此刻的面容无比的苍白，身上到处都血迹，受到了不小的伤势。他们似乎还在惊愕中，想起在天海万米深处的恐怖画面，对于那座城感到十分的恐惧。如果再给他们一次机会，打死也不会再进入那令人绝望又恐怖的那座城。而在他们的前方，突然出现了9道身影，他们个个手拿法杖，目光深邃地望着眼前这狼狈无比的身影。在看清楚他们的容颜后，显然让他们感到一丝惊讶。盟主大人9道身影为首的那道身影惊愕地开口道：封神祭司是你？其副盟主面容憔悴无比，除了他与金地天盟主之外，其余8位副盟主早已经昏迷了过去，而他也是强撑着自己拿最后的意志。这里是9天银河。金地天盟主的声音在这方星辰间回荡，他的目光凝视着这方世界的金色辉煌，眼神透露出一丝迷茫和敬畏。在这片星河中，他们仿佛变得无比的渺小，即便他这位造化主神也如同尘埃漂浮在无垠的银河之中。银河中的每一颗星辰都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，每一道星辰之光都可能是来自其他世界的目光。而在这一瞬间，他们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奇，而是这片浩瀚银河间的探索者。盟主大人，这里正是9天银河，你们怎么身上都带着如此严重的伤势？你们前往那神秘国度中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接话的乃是后神祭司，他们显然没有料到，就连他们都恭敬仰望的存在，竟然都受了如此严重的伤势。可想而知，在那个神秘国度中，定然存在着无比恐怖可怕的存在。说来话长，我们需要尽快疗伤，带我们去找神明。目前还是先行将自己的伤势恢复好，这也是金地天盟主登临造化之境以来首次的败仗。这一次要不是那位神明早有准备，恐怕他们就真的要交代在那座城中了。是，神明大人就在9天实地等你们，你们跟着我。封神祭司说完，便是带领着金地天盟主和9位副盟主前往那位神明的所在之处。而想要进入9天实地，必须要穿过星河之路。金地天盟主和9位副盟主在9大神祭司的引领下，踏入了星河之路。星河之路，一条镶嵌在9天银河之中的幽径，仿佛一条由星辰织成的缎带，蜿蜒伸向那神秘莫测的9天实地。银河波光粼粼，星辉如织，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。金地天盟主虽然不是第一次来此处，但依旧被这壮观的景象所震撼。而只有清醒的其副盟主，他的瞳孔中倒映出银河的壮丽，他的内心震撼，如同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洗涤，对于这方未知的9天银河世界，敬畏之情油然而生。金地天盟主和其世间副盟主都能感受到脚下的星河之路似在呼吸，每一次脚步的落下，都似乎与这片银河产生某种的同频共振。在这里，他们感受到了一种超脱尘世的宁静与深邃，仿佛可以窥探到宇宙的奥秘。终于，金地天盟主和副盟主们在封神祭司他们的带领下，走到了星河之路的尽头，而尽头处便是9天实地。